在停车场住了2天，终于我的万向轮寄到了这个客栈，于是我办理了入住，顺便来把万向轮拿过去，就可以装上，把车拖进市区里面来。晚上这4个床位住满了，我才知道4个床位4个价格，最高的能高出1倍。不过客栈的环境还不错。把车停到停车场之后，第2天就来淋浴中心洗个澡啊，然后准备请帮我拖车的藏族小哥吃饭的，结果被拒。他的意思是帮我忙，又不是为了图我请他吃饭，然后我只能自己来到这个网红夜市，旁边有一个拆盲盒的，55块钱拆3个。本来想尝试一把，决定先看别人拆1次再决定哦。最终庆幸万幸我没有拆，这位大哥拆了3个盲盒，第一个一个面霜。第2个1盒面膜，都是不知名品牌。第3个继续拆出1盒面霜，感觉总价值加起来也不到20块钱吧。搜索的排名第1的天海夜市已经是暂停关闭运营的，然后这个堆龙网红夜市离我比较近啊，结果可能是暑期假期过了的原因吧，没什么吃的，都是平时我都不愿意吃的一些比较大众的小吃，像我比较爱吃的那些长包蒜、毛蛋、生腌、脆皮五花肉那些，还有很多很多特色的各类美食小吃，一个都见不着，所以我决定不要在这边吃了。最终搜索附近有一家肠粉店，我有多久没吃肠粉了？大概1年多没吃肠粉了，确实有点馋了。这家肠粉店在拉萨是一家连锁，所以做的还不错，我感觉可以跟广东本地的连锁媲美了，比广东本地大部分小店做的都要好吃啊！它的那个粉都是特别的薄，特别的细腻，然后特别的滑口，价格上肯定比广东本地要贵得多，16块钱一份。然后点了一份豆腐脑，8块钱还行，他家是现磨的豆浆豆腐脑，反正对我这个酷爱吃豆腐脑的人来说非常满足啊，大分量。回去的时候在广场上看到了藏族广场舞，对我来说看1天第2天就可以加入队伍了，还是挺有藏族特色的，跟内地的广场舞相比的话还是有不小差别。哎呀，豆腐脑消化的比较快啊，然后在路边店里面又买了一个肉夹馍吃，我喜欢这种酥皮的肉夹馍，对，不管它正不正宗，只要是酥皮的我都爱吃。第2天起床准备给狗狗的座驾装修一下，先给它喷个防锈漆，毕竟管是钢管，但是网是铁丝网。这只是第1道工序，第2道工序的话还是要喷黑色，因为黑色的话跟我的这个下面的所有的边框支架比较协调。喷完第1瓶发现不够，然后又买了1瓶，准备回去补漆。哎呀，路上看到有灌汤包卖，又走不动路了。灌汤包18元一份，性价比还是超高的，毕竟在南方也没有吃过低于18块钱的灌汤包，而且里面的汤汁是满满的，所以说感觉还是相当满足，而且好吃。1份灌汤包远远满足不了我的胃啊，然后又打包了1只炸鸡和2斤西瓜。第2天轰轰轰的，从早上8点钟轰到了中午啊，不停的有这种直升机在盘旋，一天大概经过了有20几架，差不多吧。正好我的万向轮已经寄到拉萨了，所以就准备离开这里。现在的拉萨跟我13年来看到的是天壤之别啊，无论是绿化、城市建设、交通各方面的东西已经跟南方的大城市无异了，唯一有差别的就是西北特色啊，就是楼不高，其他的没有什么差别。我订的这间客栈是在巷子里面，我拐了好久，找了好久才终于找到啊，好大一间客栈。快递也给他拿上来了，好多好多。房间确实不错，是这种单人床，不是那种上下床。房间配套的东西感觉比宾馆要好啊，跟酒店肯定比要差一点点。但是对于我们这种追求性价比的人来说，是比酒店性价比要高太多了。我订的是33块钱一晚，
我订了4天，以130多块钱。然后到晚上4个小姐姐都住进来之后，问了才知道，有的人40多，有50多，有60多，这个价格确实差的有点离谱哦。小姐姐准备再续的时候，价格就是70多了。所以说，所有的 APP 平台都是杀熟啊，对新客反而好一点。教你们一个办法啊，要么用一个新的手机号注册登录，要么用一个老号码但是也是新注册的 APP 进行预定。打开包裹看这个轮胎，把我吓了一跳，不跟我之前用了3天就烂，把我害在路上不能动的就是这种轮胎吗？我订的是204的轴承，承重500斤，他给我寄过来是202的轴承，承重400斤的，他居然给我货不对版，用以次充好，用差的轮胎来代替了我的订单，真的是非常生气，非常生气啊！而且看到没有，我买轮胎，它居然里面的钢圈和螺丝管都没有，叫我怎么装上轮胎？我气死我了！等了这么多天，给我寄这种东西过来。可是我急着用，急着把车拖进市区啊，没有办法了，我准备去外面找一下那个钢圈跟那个螺丝管。好在客栈的旁边就是一个大型的建材五金市场。你说好巧不巧，平时找翻遍整座城也找不到，今天居然溜着溜着就看到了一个专门卖这个小的万向轮、知春轮之类的小轮胎的店。老板告诉我，这个里面的钢圈和螺丝是没有单独售卖的，任何地方都没有单独售卖，所以说只能单独买个轮胎。我对比了一下，这2个轮胎简直是天壤之别啊！但是贵呀。老板卖的这个是150一个，内外胎全部是正新的，就是跟汽车胎皮是一样的。而我这个是什么东西？他说是再生胶。老板娘说这是全球知名品牌的轮胎，放心用哈。我犹豫了一下啊，感觉这个市场再也找不到第2家像他家专门卖小轮胎的店了。然后我花120买了一个没有那个钢架的。往城里跑了一趟，还没吃早饭啊，马上又要跑回去装轮胎，肚子太饿了，所以现在这个手抓饭店里搞一个3件套，性价比相当高哦，20块钱。要说这个手抓饭吧，那是确实香，然后呢，就这个萝卜是相当下饭。好吃不贵，必须要给我们这家店的门头来个特写啊！之前2罐漆喷完了都没有完全覆盖好颜色，所以说又补了一瓶黑色的漆，把剩下的顺便把橱柜后面的掉的漆也稍微补一下下。轮子是正好装进去了，但是它这个原配的螺栓居然不够长，穿不过去。好在我想了一想，我好像还剩了一个螺栓，虽然说这个以前的看起来没有现在的好啊，毕竟它对那个钢圈还是会有磨损，因为它螺旋纹比较长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凑合着用吧，能转起来让我进城，拖进城再说。远看狗狗的窝真的是很隐形，也很豪华，一点都没有违和感。唯一有违和感的就是轮胎的绿色，看来还是要买喷漆把它喷掉。拖10几公里进城又饿了，然后路边看到了牛肉火烧，有多少年没吃了，忍不住了，直接买了个路边开啃啊。晚上9点钟终于把我的床车拖到客栈这边来了啊！首选第一件事情抓紧洗睡袋，因为这个羽绒的洗好之后至少要晒2到3天，所以1天都不能耽搁。我每次住客栈就意味着我要把整车的东西全部都洗掉，不然的话我有小床车睡觉，停在哪儿都可以睡，不是一定非要住店的啊。
你们可知道这个8斤重的羽绒睡袋洗一次有多艰难？我全身已经酸软无力了，刷了1-2个小时，然后用水冲完了之后，我把它扛在肩上扛上来的，因为吸了水之后已经180斤了，扛得我全身都湿透了。没办法，这么大的睡袋根本就没有适合它的洗衣机，永远的只能手洗。全网会徒手洗羽绒睡袋的大概就只有我一个人了吧。因为大部分用的是深色的睡袋，从来都不洗，要么就是直接换掉。谁会像我这样勤快节约，半年洗一次，还每次都是手洗？虽然尼龙睡袋不像棉睡袋那么容易脏，而且每次只要你穿着干净的衣服躺进睡袋里，会把睡袋里面的脏东西都给粘出来。但是奈何现在已经下到拉萨了，天气有点热，所以这个睡袋睡在里面还是会感觉不舒服，会有点味道。洗完睡袋去洗了个澡，然后把衣服全部拿来上面洗衣机里面洗啊，结果发现下雨了，而且是下大雨了，完了我的睡袋呀！不过没关系啊，西藏的雨都是比较干净的，就跟河水是差不多的，所以就当它帮我再次清一下泡沫吧。